乌军导弹重击克里米亚，俄能源损失近1000亿美元。乌军收复红军村400平方公里领土。迎狮5，乌克兰空军再添新战力。乌克兰再获23亿美元援助，无人机研发起飞。美军新隐形飞机战力将超 B-21。据开源情报报道，克里米亚的东南岸的港口费奥多西亚在上个月底遭遇大规模空袭。不同以往，此次空袭，乌军不仅派出大量无人机，还发射了多枚远程导弹进行精准打击。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和导弹从4面8方打向该地，致使当地一座大型油库遇袭爆炸。在克里米亚远处的海岸都能看到弥漫的黑烟，并伴随强烈的爆炸声。而且就在同一时刻，刻赤海峡和俄本土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也发布了导弹警报，这也就造成刻赤大桥的再度关闭，禁止一切车辆往来。类似的场景在2025年已经是家常便饭。尽管随后俄方宣布大桥恢复通行，但没有就费奥多西亚油库遇袭做更多回应，秉持着不报道不利战果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费奥多西亚是当地的能源地区，此次打击想必也是乌克兰削弱俄罗斯战略能源行动的一部分。另外，据英国《太阳报》分析，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已导致俄罗斯损失了约1000亿美元。光是乌克兰安全局就在9月里5次攻击了俄后方腹地的炼油厂或石油站，其中有2次都是萨拉瓦特工厂，这是全俄最大的炼油厂之一，距离乌克兰边境更是超过了1400公里。由此可见，无论是克里米亚还是俄本土大后方，能源系统都成为了乌克兰的重点目标，这也直接影响了前线各地的战事。前线方向，乌军在红军村突出部收复清理近400平方公里。据图片报报道，上个月底，乌总司令契尔斯基视察了红军村和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等地。在他听取了前线指挥官的最新报告后，称乌军目前已持续对俄军形成合围态势。而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克兰在对多布罗皮利亚沿线的反攻中，已夺回了175平方公里的失地。此外，还有近195平方公里的区域正在被清理。他们对俄军的渗透破坏小组展开了定点清除。之前火力军曾多次提及，红军村的俄军已陷入了3重包围。尽管他们仍在朝此地增兵，试图改变局势，但截止目前收效甚微。乌克兰构建的无人机墙对赶来支援的俄军造成了重创，迫使其无法接近包围圈，连俄方的补给车队也难以进入。随后他们还企图利用空军来援助，但却被乌军的 FPV 无人机击落了一架米8直升机。如今俄军在红军村投入的兵力早已超过10万，而乌军却仅用4万大军就将其团团围住。如今乌军在红军村轴线的反攻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在合围俄军后，乌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不急着行动，而是静待俄军冲锋送死。要说乌军为什么这么猛，除了士兵的勇气、指挥部合理的战术外，自然离不开盟友的支持。在最新的重大援助中，路透社援引乌克兰副防长加夫里柳克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即将接受首架瑞典的第4代鹰狮战斗机。作为欧洲的空军强国，瑞典之前就释放了要向乌军提供战机的信号，如今则是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并开始敲定具体的时间表。这也和近来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对峙密不可分。而且加夫里柳克接着还表示，乌克兰还会收到更多的 F-16以及幻象2000战斗机，届时乌克兰空军将拥有3款北约战机，空军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援助资金流入乌克兰。据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文章所述，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防务支持机制正在帮助乌克兰获得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关键武器。除了武器，还有源源不断的战略资金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8月以来，荷兰提供了5.78亿美元作为首批援助，紧接着丹麦、瑞典与挪威又提供了4.95亿美元作为第2批援助，随后还有第3至第6批正赶过来。目前乌克兰的目标是通过该支持机制每月筹集10亿美元资金，用来反抗俄军日益高涨的侵略意图。不过，先别急着认为乌克兰只知道伸手索取，实际上乌克兰对欧洲的帮助更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30日宣布了一项重大协议，欧盟将向乌克兰支付约23亿美元，用于无人机生产。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技术无需多言，3年多的俄乌战争早已证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拥有最顶尖的实战能力。如果说乌克兰是欧洲的第1道防线，那无人机就是这道防线最锐利的武器。
冯德莱恩表示，如果愿意相信乌克兰，就必须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旦这项协议达成，乌克兰将继续扩大无人机生产与研发的规模，同时不断提高产能，成为抵抗俄军侵略最锋利的空中洪流。当然，欧盟也能因此受益。此前，北约东翼多个国家的领空屡屡遭受俄军无人机的侵扰，多个大型机场一度关闭。俄军却表示，俄军对此事毫不知情，不但不知情，还将坚决反击一切威胁俄罗斯的行动，态度不可谓不嚣张。想要打击俄军的嚣张气焰，显然只有无人机打无人机这一条路，无人机墙计划因此诞生。想要顺利构建无人机墙，乌克兰的无人机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首先，在技术上，乌军无人机多次成功的行动，打得俄军找不到北。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无人机比俄罗斯无人机更具实战效能。其次，在产能上，通过这笔23亿美元的资助，能够显著扩大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线，更好地满足无人机墙计划对无人机的大规模需求。总的来说，欧洲的这笔援助其实更像一笔投资，能够为日后无人机墙的实施带来产能和技术支持。欧洲无人机的研发如火如荼。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在隐形飞机的开发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美国空天部队杂志报道，美国空军正在秘密研究一款大型非翼式隐形飞机，该飞机一次性可配备数十枚导弹，运载量与轰炸机相当。实际上，该飞机正是以 B-21 轰炸机为基础，但它负责的任务却并非简单的轰炸。一位美国高级空军官员表示，大家更愿意用武器库飞机称呼它。战区网站透露，武器库飞机的概念还处在早期阶段，但它的设计被认为将涉及 F-35 和 F-47 等载人隐形战斗机以及潜在的无人协同战斗机。执行任务时，由无人协同战斗机负责探测和指定空中目标，然后携带大量导弹的武器库飞机负责火力打击。另外，它发射的导弹也不简单。之前有相关消息透露，美国正在研发多种超远程导弹项目，最知名的是空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的 AM-260 导弹。这种导弹射程远超现有 AM-120 中程导弹，并具备其他全新改进的性能。从各方消息来看，这款武器库飞机很有可能配备了大量的 AM-260， 专门用来应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高强度冲突。根据空天部队消息，武器库飞机当前的战略定位主要作为美国空军新型协同战斗无人机的补充，甚至取代它们。在美军的计划中，这些无人机将在未来几年投入服役。不过，鉴于武器库飞机还处在萌芽阶段，能否在几年后飞出机库，还需要静静等待。美军陆战队都这么强了，居然又要提升战机。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军陆战队为强化自身和提升盟邦战力，一口气向赛考斯基公司发出了多达99架的 CH-53K 重型运输直升机订单，涉及金额直接达到了108亿美元。对于该订单，赛考斯基公司也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庞大的 CH-53K 采购案。合约内容将未来第9至第13批次的5笔独立采购需求整合成一次性5年期协议，以确保成本稳定并保证供应链弹性。预计将自2029至2034年间全数完成交付，其渴望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持续推进美国国防自主能量。其副总裁班顿还表示，这项合约足以代表五角大楼对该公司技术与产能的信心。该公司也将与美军合作，持续管控成本，确保供应链和技术人力生产效率，确保 CH-53K 能充分发扬优异性能、生存力和可靠性，大幅提升美陆战队作战能力，在迅速变化战场上维系优势。CH-53K 相较美军现役 CH-53E 重型运输直升机减少63%零件数，马力任务效能亦大幅提升，可运载近12.24吨筹载，发挥200公里有效航程，满足运补与投射任务需求。要说它吊挂能力有多强，这么说吧，8月27日，美军陆战队的一架 CH-53K 将把马里兰州帕塔克森特河海军航空站附近的一架 F-35B 战机吊挂至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福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能力之强堪称恐怖。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五角大楼对目前偏低弹药库存的不安，其战争部高层近期多次与美国多家导弹制造商进行会谈，讨论加速生产高需求关键武器行动，希望在极短时间内提高产量2倍甚至4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报道称，战争部副部长费恩伯格不但亲自参与，还成立了弹药加速委员会，甚至每周都会与部分业者高层讨论相关进度。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尼尔则表示，总统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正在积极探索特殊途径，以强化美军战力并加速弹药生产，由国防产业领袖与战争部高层密切合作。
不过，对于该计划，部分参与的政府及业界人士忧虑，政府的目标恐不切实际。其因为个别导弹组装完成往往需要2年时间，其二，若是有新供应商，其生产的武器还需进行数个月的测试与验证，以确保能让美军官兵安全使用。其三，加速生产所需经费也是难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签署的大而美法案，5年内追加250亿美元弹药预算，但相关专家认为，要达到五角大楼的目标，还需再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议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而洛马、雷神等主要承包商表示，他们已经增加人力、扩建厂房，并提升备品库存，迎接未来可能的需求高峰。不过，一些供应商坦言，要达成新目标并不容易，对于当前还没实质下单就要求扩产，投资上也保持观望态度。据自由时报报道，英国海军23型巡防舰萨默塞特号近日在挪威北极圈水域与挪威和波兰合作，成功试射了 NSM 反舰陆攻导弹，这是英国海军战舰首次试射 NSM 导弹。试射期间正值英国、挪威、波兰等国在挪威水域举行自9月初持续至月底的海神演训。由挪威康斯堡防卫及航天公司开发及生产的 NSM 导弹，目前已获英、美、波兰、挪威、澳洲等国采用。而且英国海军表示 ，NSM 射程超过160公里，可用于打击战舰和陆上目标，飞行速度接近超音速，相较鱼叉的有效射程更远，整体性能更优越。此外 ，NSM 可贴近海平面飞行，大幅降低遭雷达、红外线等系统侦测，进而遭击落的风险，未来将取代鱼叉，成为新主力。目前配备有 NSM 导弹的英国海军战舰，除了萨默塞特号，另外还有2艘23型巡防舰波特兰号和里奇蒙号。按计划 ，NSM 导弹未来还将用于搭载马克4-1垂直发射系统的英国海军新一代战舰，包括预计于2030年以前投入服役的31型以及具反潜能力的26型巡防舰。根据五角大厦国防视觉信息发布服务27日上传的照片，一套由美国铁穹之称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防空系统已悄然进驻韩国，这是该武器首次在海外基地进行实战部署。在照片中，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与驻韩美军第35防空炮兵旅的官兵一同站在一座爱国者导弹阵地前，而其身后赫然出现了一具 IFPC 系统的发射车。这张照片证实了今年3月的一则媒体报道，当时南华早报曾披露，美国陆军计划将一套 IFPC 的原型发射器送往韩国，以评估将仍处于原型阶段的新式防空导弹战力部署到全球热点的可能性。据悉 ，IFPC 系统是一套机动的陆基武器系统，其作战目标极具针对性，旨在击败巡航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火箭、火炮与迫击炮等廉价的空中威胁。此次美军将最新的无人机克星直接部署韩国，无疑是在向朝鲜发出一个极其清晰的贺阻信号。特朗普宣布将向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派遣军队，以铲除国内恐怖分子。面对此发言，俄勒冈州州长蒂娜·科特克当天表示，波特兰市安全状况一切正常，向该市派军的行为是在滥用职权。科特克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说，自己已经与特朗普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进行直接对话。他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波特兰市和俄勒冈州相信法治，有能力处理好我们自己地方的公共安全需求。这里没有叛乱，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科特克还呼吁公众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参与暴力或破坏行动。他同时表示，该州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军事行动原因或目的的信息。特朗普也暂未提供派遣军队的时间表。摩尔多瓦28日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近330万选民将投票选出议会101名议员。根据摩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消息，共有14个政党、4个竞选联盟和4名独立候选人角逐新一届议会席位。据悉，投票从当地时间28时7日开始到21时结束，共设立2274个投票站，其中海外投票站301个，3423名观察员将监督投票，其中912名为国际观察员。摩尔多瓦议会任期为4年。在2021年7月举行的上届议会选举中，共有3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进入议会，其中行动和团结党赢得了63个席位，由共产党人党和社会主义者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32席，少儿党赢得6席。后续情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西班牙政府公报的消息，未来将支出约43亿美元预算，用来分期购买多款军用定翼机和旋翼机。其中最瞩目的一笔交易，莫过于45架喷射自由鸟的订购案。这是土耳其推出这款教练机以来首次收到的外销大单。从航空媒体 Aerotime 透露的消息看，西班牙的43亿美元采购计划时间横跨5年，预计到2030年完成全部的工作。采购内容包括18架C295运输机、
32架 NH90 直升机，规模最大的则是45架土耳其喷射自由鸟。这款飞机由土耳其航太工业推出，目标为取代西班牙现有的 T38F 系列机种。单看喷射自由鸟的类型，实在很难让人理解西班牙的选择。订购如此多的教练机，是准备开一个国际空中驾校吗？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喷射自由鸟中。首架喷射自由鸟于2021年出厂，2025年才交付土耳其空军服役。作为目前全球7款服役的第5代喷气教练机中最晚问世的一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问世晚的好处。具体而言，它吸收了现役教练机的先进技术，还在其掺杂了不少战斗机理念。在高级教练机的身份之外，也是一款具有极强打击能力的超音速攻击机。我们可以从具体性能上看出来，除了搭配嵌入式战术训练及士兵虚拟构建式训练系统，攻击机版本还配备了优越的雷达以及高灵敏度的攻击系统，机身配备9个挂载点和3吨有效载荷能力，可进行包括战术攻击和武装巡逻任务，具有空中和地面联合通信功能。此外，使用的美国 F404 发动机赋予了它 1.4 马赫的超音速。如果对比最先进的战斗机，无论是攻击速度还是弹药压制，喷射自由鸟都上不了台面。但它只是一架教练机，价格几乎吊打市面上的战机。西班牙的小心思这不就暴露了？在日常服役时，喷射自由鸟可以视为最顶级的教练机，用来提升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如果进入战时阶段，又能迅速将其编入攻击机行列。毕竟超音速与战术支援的特性，部分普通战机都无法做到。最重要的是，它还很便宜，便宜到能用剩下的预算购买其他战术武装直升机。从公报内容来看，购买45架喷射自由鸟，西班牙仅仅花了12亿美元，只占了总预算的1/4左右。不过这是明面上的收益，私底下的收益也很可观。例如，西班牙向土耳其航太工业争取在本土授权生产，不但省去了大笔运输成本，还能促进西班牙相关产业的发展。预计到2031年，45架教练机将正式服役，彼时西班牙也将单独编列出一个机队。除了喷射自由鸟以及我们上面提到过的 C295 和 NH90， 西班牙预计向外再订购13架 H135以及6架 H175， 这些飞机将陆续在2030年代服役，以此满足西班牙海空军在海上运输及战术行动中的需求。总而言之，西班牙这笔采购确实稳赚不赔。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